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0日晚间18点0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目前昨天道指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啊，下跌幅度接近2%啊，最终呢是1.95%，跌幅达到了646点。那么今天的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啊，道指正在延续昨天的下跌，出现了一个震荡啊。道指的盘前合约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正在持续的震荡。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道指呢它的下跌趋势会有一个继续，特别是在今天晚间啊，美国要公布 CPI 数据的情况下，它的下跌会出现一个持续。在利空消息出现之后会出现一个持续。那么美国出现任何消息面的东西都有拉升，这一点要记住，就是在下跌之前消息落地的时间点，行情容易出现快速拉升之后然后下跌回到它的既有趋势当中。那么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道指出现了什么非常明显的规律性特征，两轮半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对称性下跌之后，我们判断行情打到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上之后它跌破了144均线，跌破了169均线，会容易出现反弹。反弹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最终呢，在情况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波日线级别的反弹。艰难的情况是由于 CPI 指数的公布和美国非农数据的公布，让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W 型的底。反弹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突破了144、169日线级别的均线系统，同时站上之后，行情在这里面出现回落这里的回落呢，是美国公布了一个加息加息75个基点。加息之后美国有一个缓和的政策就是说未来我们加息要放缓了，行情又出现了反弹。反弹之后，我认为这里面是假反弹。首先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下跌通道，下跌通道打到上轨，这里面日线级别上虽然站上了144和169，但我认为它是谎骗性 K 线，很容易重新打下来，特别是在波峰这个位置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谎骗性的针刺性的 K 线。出现的原因就是让多头持续进场，多头进场之后，场面就受到了庄家的控制，最后打下来之后多头将受到全面绞杀。那我们回到比特币行情这里面那我的 VIP 群还有 Telegram 群，很多朋友都在感谢我，感谢我对这轮行情的一个精准判断那这轮行情我早在1个月之前就给出了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呢就是本轮行情呢，最终呢要形成4次等位置的波谷。等位置波谷一旦形成之后，行情会出现一个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当前最低点位15588，新低呢已经出现。新低出现之后，验证了我们之前给出的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不断出现新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从这轮行情当中学会这种研判行情的一个方法那么就是在牛市当中，我们发现了2021年牛市发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波谷出现之后呢，行情我们看到这几次波谷呢各有特征，有的快速就走出一个波谷，有的是盘整之后震荡不断诱空之后走出波谷，有的呢是反弹之后反弹不多就形成了波谷，但最终呢到达第4次波谷之后，行情出现了不断下跌的画面。那么这一轮行情在熊市当中，这个黄色的收敛三角形同样历史它是不断的错位重复的。我们在第3次波谷这里面看到了沙僧位的一个走势，沙僧位走势当中不断诱空之后快速拉升，形成的是一个窄收敛的角度非常窄，时间非常漫长的长达1个月的窄收敛，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反弹幅度18%。那么第2轮反弹它是23%，第1轮反弹呢它是43%， 3轮反弹之后形成第4次波谷。第4次波谷形成之后没有特别的
形成第4次波谷，到达这个第4次波谷的位置之后啊，行情出现日线级别的下杀结构。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下杀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啊，悟空阴线。为什么在这里是悟空阴线呢？因为上面2个阴线它是震荡，所以呢，把下跌幅度最大的第一根阴线当做悟空阴线。日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天阴线，后面的行情当中很容易形成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所以呢，后面的行情看空啊，是我们的主旋律，在16000点、15000点这个区域上仍然保持看空啊这一个策略。同时呢，看空也要做空啊，在你有新的观察仓之后啊，就是有的同学没有在我给出的啊21500美金附近做空，因为我们之前行情当中给了一个最高点啊，反弹的最高点是21500到22000美金，那最后呢反弹到21480、21470，每个平台不一样啊，中心化交易所每一个平台差10几美金、20美金啊都无所谓，但这个点位我给出的2150的这个点位基本上是只有1/1000的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误差。那么在这轮下跌的行情当中，你怎样布局呢？首先我们要找到关键性的结构啊，我们要知道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打哪儿甜的。那怎么样找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波峰，这条波峰呢是由10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形成压力，这个压力呢是逐渐下移的啊。我们要在下移的过程当中找到对它影响作用最强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18500美金附近，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19000啊。19000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一轮下跌过程当中，这一轮下跌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从3万点到17605啊这个低点形成之后啊，它的一个波谷连线在19000美金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如果再次布局空单的一个合理的好的点位是在压力位附近啊，也是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附近啊。我们看到啊，这一轮的下跌非常惨烈，但是给我们空单的利润啊非常多啊，目前最大已经下跌28%左右啊，28%左右给了我们空单，我们即使是3倍杠杆的空单啊，也接近33.9啊，70%-80%的利润啊，在这个行情里面已经有了啊，我大概是在10月29日左右啊提出来，逐渐分3个仓位，每5天布局1个仓位啊，这个概念的。那么最终行情见顶于11月5日啊，因为这个比特币月随着10月份的结束啊，它已经结束了，结束的前后要缓慢布局这个空单。同时在结构上，我们看到上方169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同时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时间点啊，就是在10月末的时间点，位置呢是在21500美金附近啊，目前已经大幅获利之后，行情我们要逐渐的重新去分析。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8线阴线已经走出来了，我们下一步预期呢是唐僧阴线和沙僧阴线。有了日线级别下跌修的预期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小一些，看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我们认为它是由2轮的4小时级别下跌修构成的，我就不一一画了啊。首先这里出现1轮，然后第2轮出现在这里，2轮4小时级别下跌修啊完成之后，行情走到这里面或有可能出现一波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你要看啊，它尤其可能在小日线级别上啊形成一个收敛结构啊，在收敛结构完成之后，会有可能发生突破，反弹到18000美金附近，然后再下来。所以呢，这轮行情重新布局的一个时间级别是在小日线级别这里布局，目前没有形成完整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我们可以臆测的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行情会怎么走呢？震荡完成之后，有可能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什么呢？发生反弹，因为它这个缺口有可能进行回补啊。行情很多时候会回补一下缺口，
然后再下跌。那回补的过程当中，上方的两重压力位就是我们做空的一个时间点啊。回补的目标呢，是对下杀过程当中的一个缺口啊，这个下跌过程当中会形成缺口，这个缺口呢进行1、2、3次回补，回补完成之后，完成使命之后啊，它会继续下跌。理由呢，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当中已经给了，前面给的是日线级别的啊，是日线级别的。你们看啊，黄色连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1、2、3次回补之后发生跌破。那么行情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个分形结构。什么是分形结构呢？啊，就跟每一个小的树枝和一个整个树的结构非常类似，每一个小的雪花呢和整片雪花非常类似啊，这就叫分形结构啊。分形结构在小时线级别上同样成立。所以呢，目前行情的调整呢，从今天早上凌晨4点调整到17点啊，这是一个小日线的调整过程。小日线调整过程，它形成结构之后，还会形成一个逐渐完成的收敛结构啊，因为行情不可能是一直跌，跌差不多了，它会有反弹修复。原因是什么呢？为了抚平市场上所有人的伤口。抚平之后，行情会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那么目前点位最低点15588已经出现了之后，我认为没有跌透，最终的行情还会走这个重新的下跌结构。下跌结构完成之后，我们给出的一个低点10500美金附近依然保持不变。这个点位呢，已经从4万美金啊给出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最终我们空头的目标位是到达这里。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我之前行情当中说了啊，它的上方压力位是由去年5月份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的延长线，延伸过来的。那么这个位置是在 0.08 附近，接近 0.08 就接近了压力位啊，所以呢，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来说，我们在之前行情当中给出了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啊。有了这个数据，我们就会认为以太坊是一个最好的多空标的。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这个下行呢，我们看到已经非常接近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气流，同时打到了这个压力位 0.069 附近啊。这里形成的支撑位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波峰连线通过延长线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目前发生了反弹，反弹完成之后，我认为它的下行趋势依然存在，所以呢，以太坊在接下来的下跌过程当中会有不断加速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回到 ETH 本身的交易对来看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啊，震荡过程当中以横带跌突破了波峰连线形成的弧形顶部，弧形顶部突破之后，站上了这个5月份的波峰连线绿色线。啊，同时站上了144，站上了169，站上之后，上方重点压力位是由高点4877，也就是本轮牛市当中以太坊的高点4877，在这里面波谷连线啊，在1700美金构成了压力，到达压力位之后快速下杀，下杀过程当中类似比特币一样出现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打到了我们这一轮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目标位1100美金。到达1100美金之后发生反弹，为什么发生反弹？一定要清楚的记住，这里面存在支撑，这个支撑呢是由6月份的波谷啊连过来之后它形成的支撑，所以呢，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在反弹完成之后，我认为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气流会逐渐走出来，日线级别下跌气流一旦完成，会重新跌破1100啊。跌破1100之后，我们认为周线级别它有个什么结构呢？悟空阴线走出来了，8阶阴线走出来了，下面有周线级别沙层阴线和套层阴线。最终呢，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气流之后，我给出了目标位260 260美金啊，以太坊这轮熊市行情的终极点位啊，很快就要会在12月中旬出现啊，我给出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年底啊，这个时间。12月份左右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低点啊都会出现啊。目前是做空啊，它的趋势依然是下行趋势啊。你如果做反弹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止损啊。那在下跌趋势当中，建议只做空。
同时呢，以太坊如果到达$500之下啊，是一个布局这个现货啊一个点位一个位置。那比特币我给出的位置呢，你在12000点以下就可以慢慢布局，因为比特币的最低点啊，我给出了一个目标位10500啊，不可能每个人都给的那么精确啊，但是这个数据是我个人通过经验算出来的啊，应该在这个位置以下开始布局现货，博什么行情呢？博到来年5月份，以太坊和比特币都有一个2倍半到3倍的现货行情。2倍半到3倍的现货行情，这个是非常诱人的啊，非常诱人的。但你一定要抓住底部的这个位置去做。但现在啊，这个位置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它的趋势呢依然是下行趋势。结构的底边线位置，以太坊这里面会不断的跌破，最终呢跌到它应该有的位置$260附近。到达$260之后，我们会看到啊，20年5月份它形成的这个筹码密集区会在这里面形成支撑，我们要看到啊，这波行情它依然围绕这个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在运动啊，这个下跌趋势呢最后会走完的，它的起始位置呢大概在$36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啊做起点，但跌破之后要重新回到这个起点位置附近或者以下啊，所以呢，我给出了以太坊下跌趋势当中的目标位是260啊，目前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啊，所以呢，重点还是要做空的话啊，还是要布局以太。对于技术面的玩家啊，我觉得我是不怎么关注消息的啊，但是这个消息面的东西啊，总是啊不自觉的灌入你的耳朵啊，你不得不看啊，这些消息啊，不自觉的就在微信群里面、朋友圈里面啊，你不小心就看到了。那对于 FTT 这个币种来说啊，它已经下跌了90%以上。我们看到啊，连续几个交易日啊，不到1周的时间啊，我们测量一下，它的最大跌幅呢，已经到达了92%，90%以上的快速下跌之后，让它形成了什么结构呢？啊，可以变成这个浪子回头币种的一个结构。什么字浪子回头呢？就是一个币种突然出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一个下跌之后啊，底部价值区域突然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怎么样布局呢？啊，我们看到已经跌懵了啊，已经跌惨了，92%的下跌呀，朋友们，92%下跌之后，它正在逐渐横盘整理震荡，形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不断变化的啊。首先呢是$2.49啊，在昨天低点出现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低2.01。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15分钟级别形成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了收敛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下跌之后构成了我们4象战法当中第2个布局的一个位置啊，第2点布局的一个位置啊，第1个点的布局是在震荡当中啊，震荡过程当中接近焦点之前，我们布局，期待它有一个上涨。那么第2个布局点呢，是在焦点位下行趋势形成之后啊，这里我们布局第2个仓位。第2个仓位布局之后，期待它有可能出现反弹，反弹到达焦点延长线之后的这个区域上啊，我们把第2个仓位进行减仓减2，第2个仓位，然后再次拉升之后，逐渐减掉第1个仓位的一部分，然后期待它有接下来的拉升啊。但行情走到这里面，待会儿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性的消息面的东西啊。FTX 交易所目前已经不能提币，同时也不能 CRC 交易啊，就是现金流你无法走出 FTX 交易所，无法走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让 FTT 逐渐流血啊，逐渐流血下跌。但很快大家伙会意识到 FTT 交易所目前场内的资金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动力，就是你无法提现之后啊，场内资金没有办法进行进场之后啊，它的场内资金有可能会对 FTT 进行购买，构成对 FTT 本身的一个拉升啊。第2点呢，就是 FTX 交易所未来如果一旦公布消息说我们可以正常提现了，我们可以正常除了充值还可以提币了
那么 FTT 也会有一个拉升，所以呢，在未来的这些期待下有可能会构成它的一个浪子回头。毕竟我们知道 FTT 的总量呢大概是1亿枚左右，对于1亿枚，它的正常估值可能是在$10左右。那么现在已经处在一个超跌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如果你布局它的现货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在本轮行情，目前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我认为它已经跌了99%左右了吧，97.84%最大跌幅已经97.84%。这对于一个相对主流的一个平台币来说它目前已经处在一个价值的低估区。所以呢，如果说你想抄底的话那么在这个价格区间上是可以进行抄底的毕竟它有一个内耗型拉盘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内耗型拉盘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利好公布之后，正常提币之后有资金支持特别是目前币安不断的放出消息说要对它进行收购，那如果进行收购的话，它还有一定的机会。但抄底呢，你也一定是要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呢，我可以设置在$2附近它目前低点是$2，你设置在这里面，这里就是你一个底线。如果它出现归零动作，你会避开这个事实，实际上可能是黄金坑的真坑，对吧？你可能会避开这个坑所以呢，抄底是可以的，但要留有底线，有底线的进行抄底，并且分布式进行抄底这是对现货来说的。那么今天重点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这个CPI 数据的公布还有就是我们对于下跌结构的一个解释今天不经意的时候发现了Mask 这个代币在这个下跌结构接近交易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那反弹完成之后，有可能还出现重新的下跌趋势毕竟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对称性的斩跌目前我们看到突破1690均线之后，50均线和10日均线迸发式的上行，上行之后，目前50均线已经下跌，已经出现下跌，这就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日线级别的下跌目前日线级别的下跌正在逐渐走出来所以呢，在下跌趋势当中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危险的抄底动作的什么是危险的抄底动作呢？就是你做了一波之后有获利之后还期望它有更多的回馈有更多的回馈，这有可能是不现实的你可以做一个短线超短线的一个做博反弹但是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特别看一下1690均线和1440均线这两条均线呢正在下移的情况下，还是以做它的空单为主对于Mask、People、Band 还有道指这类之前涨幅过大的币种呢，它的回调也是非常急速的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下来，最终重新回到它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下跌趋势当中这就是熊市末期一些快速拉升的币种必然要走出的趋势。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抖音网还有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